Hello， 大家好，我是正在西上中网连载一点效益的冉成。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啾啾的奇妙冒险黄金之风中超越替身的存在。他是仅有的2个镇魂曲之一，他是掌控全世界灵魂的地狱守门人。他就是来自简皮埃尔·波鲁纳雷夫的替身银色战车镇魂曲。这个替身的原型名称洗了吧强烈次是取自于塔罗牌中第7位的战车，而其本体的名称应该是取自音乐人 Michel Polnareff。至于本体的故事，或许是根据另一部名为《公主新娘》的老电影中的一名配角而改编的。这个替身的外形在漫画原作中被描述为像是一块没有感情的黑色人形塑料，其佩戴着宽大的牛仔帽，双肩各有3个如同轮胎一样的装饰，腰部的松垮腰带上有着数十个如野兽牙齿般的装饰，双脚穿着黑皮靴，整体强度比一般的人肉要更加脆弱，并且是实体替身，所以普通人也能看得到，也能被现实世界的物体给伤害到。顺带，嬴政并非是没有五官，而是有着双眼、嘴巴等结构的，只不过整体过于阴暗，外加为了体现神秘感才没有特别作画。那么本期同样在正式介绍替身之前，希望大家能看完我这一期专门讲解替身之剑的视频，里面包含了有关重建的相关理解和知识。而银色战车镇魂曲正是通过被重建洞穿才进化得来，同时也是整部作品之中唯二的其中一位镇魂曲替身。其替身能力便是掌控生命体的灵魂。这个能力看似很笼统啊，但也和整个啾啾后几部的替身设定以及重建和镇魂曲的设定有关。首先我们得说明，在第3部初期，替身被设定为波纹的一种类型啊，特殊的外放形式。所谓波纹呢，便是太阳的能量，同时也是生命的能量，可以理解为极致的生命力。具备波纹外放的人被称为波纹战士，可单凭触碰就让花朵绽放，用这种方式输入大量生命力进行治愈，甚至是延年益寿。而替身则在第3部开头被称为是幽波纹，是更为特殊的波纹形式。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这其实是编辑和黄渤老师为了将第3部和前2部进行衔接而做的早期设定，在后期才逐渐转变为精神能量。至于第7部更是变为了素粒子操纵，有可能第9部会变为超弦维度能力吧？谁知道呢？不过在嬴政时期，其依旧是精神力，并且是被强化过的狂暴精神力。根据波波的回忆，我们可以得知其当时的精神状态为重伤未愈，避免战斗，四处躲藏，希望渺茫的情况下接近最低谷。而就在这期间内，意外被重建划伤的银色战车完成了进化，在那一瞬间，当即便进入了镇魂曲阶段。而这就像是你进入了抽卡系统，根据你这个本体当前的概率，完成了卡池的选择之后呢，不论你是否再度进行抽卡，撤回再抽，换个号再抽，哪怕是换 IP 地址再抽，这个卡池里也只有这个角色，第一次便会决定一切。而波波当时的精神状况是因为迪亚波罗导致的，其被斩断了双腿和1只手以及1只眼，知晓了敌人是时间系替身，整个意大利甚至是邻国都有热情组织的眼线。波波在社会上被孤立，只能躲到偏僻的意大利乡下隐蔽起来，根本找不到能打败红王的方式。而经过了数年的研究和分析，波波对精神力也有了足够的认知，在知晓了替身就是精神力的情况下，嬴政便在第1次进化时满足了波波内心渴望打败迪亚波罗、保住希望的最强烈情感。因此嬴政出现后的第一件事情便是进行超大范围的灵魂调换。第一次是除了波波以外，肉眼可见的整个村庄，包括牛和飞鸟在内的所有智能生物都对调了灵魂，也就是荒木宇宙之中的意识素粒子。换句话说在当时除了这个还存活的本体之外，嬴政没有任何敌我之分，也脱离了波波的意识掌控，进入了近乎无主替身的状态。好在当时波波在嬴政完全进化并离开之前就夺下了重建，在千钧一发之际悬崖勒马。而第2次嬴政则是在波波黔驴技穷之下，在其彻底放下了心中的负担，将命运交给未知，并准备赴死的时候，换句话说，是这个人当前精神和意志力最为极端的一刻，完成了整体的进化。首先从那一刻起，银色战车这个替身就不存在于世界上了。原因很简单，因为银色战车的本体波波在当时即便精神力超绝，可其残存的生命力也无法掌控这个过于强悍的替身，这点由其本人亲自介绍过，颇有些像是神父替换替身的感觉。但实际情况的差距还是很大的，我们从漫画中可以明显看得出来，战车的替身开始逐渐融化，下半身甚至都成为了液体状，其也开始脱离本体朝其余地方狂暴而去。而就在此时，本体波波被迪亚波罗杀死，意志力彻底中断，这也就代表着嬴政进化的彻底完成，没有了后顾之忧，失去了射程和持续力的双重限制，成为了一个没有本体、拥有自主意识的暴走镇魂曲替身，并将按照本体死亡前的最后命令恪尽职守的完成守护箭头的任务。于是乎，嬴政正式开始了前奏曲的阶段。是的，这个替身的能力由于过于宽泛黄渤老师甚至给其定下了前奏
和主旋律，甚至是否有尾声呢，我们还尚不可知。首先便是嬴政的前奏了，这个阶段的能力是调换并强化灵魂状态。最靠近的两个知性生物会按照自我感知的程度，将自己的灵魂和对方进行调换。如果自我感知有2个意识或是灵魂在体内，即人格分裂严重的情况下，另一个人格也会被从属于自己的肉体中分离出去。由于数量问题，是会存在多个灵魂或是人格状态被塞入一个躯体之中的情况出现。凡是被调换过的灵魂都会被强化，最直观的感受就像是被清除了所有的疲劳，进入了兴奋状态之中。同时，这也代表着所有的替身使者将会被增强替身能力。举例说明，在漫画之中率先发现这一点的纳兰加，其替身航空史密斯的破坏力足以用替身身躯轻易撞碎石砖墙，射程更是可以飞到超高空，探测范围大到了轻易覆盖罗马斗兽场以外的区域。米斯拉的替身性感手枪只需一发就可以分裂出6块碎片，并一次性击断6根栏杆，即便黄金体验也可以轻易斩断嬴政的肉体。而红王也被加强了，可以连续不停地快速石山并预知未来。那么说完了嬴政前奏的基础效果，接下来就要说其被动效果了。所有拥有替身的生物，一旦试图用任何方式去接触重建，不论是用手去抓，用子弹去击打，用石头去扔，就如同绿茵一样，只要你意念之中或是路线上会有可能触碰到重建，那么自己的替身将成为自己的敌人。在触碰重建的这个行为、动作、想法没消失之前，你的替身会对自己发动攻击。例如漫画之中，迪亚波罗被红王删除了重建掉落的时间，布加拉提被钢链手指锁喉，米斯达被性感手枪射击，乔鲁诺被黄金体验预备攻击，更甚者是没有生命的石头也可以被嬴政操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嬴政也是完全的概念级替身，至少和6问号的绿茵是一个级别的。或许哪怕用激光武器对重建攻击，激光也会和石头一样突然转向并射回去。只有不具备替身的生物才可以对重建进行安全的触碰。然而在前奏的阶段内，一旦有生物完成了触碰重建，那么嬴政便会标记该目标，并对其展开无情的抹杀。这期间内，哪怕是将嬴政的4肢打断，头部洞穿，其依旧会不停的袭击，并且被打断的手臂还能独立行动，可以钻入水泥地下并洞穿坚实的钢铁灯柱，速度快到数个人都无法反应。在前奏期间内，其会追杀目标直至死亡或是进入主旋律阶段为止。而至于主旋律则是更为恐怖，在这个阶段内，嬴政能力将进一步升级，届时这颗星球上所有被替换过灵魂的活体生物都将从基因层面转化为完全不同的全新生物，转化效果随机，进度随机，完全的狂暴能力。这和天气预报狂风暴雨的全球蜗牛化不同，其并非是作用于潜意识，亦或是操纵大气层或是光线等复杂的自然效果。嬴政彻彻底底的是所有智能生物的主宰，如同花木老师介绍中所说，他心中的嬴政是一个行走在人世之间的漆黑死亡使者。我们能从漫画中发现主旋律还有着不少的细节，例如所有替身使者的肉体转化都更为缓慢，甚至有完全没出现明显转化的情况，而非替身使者的生物则会更快转化。这期间内，尤其是以体型较小的生物转化速度为最快，例如乌鸦、乌龟等。首先，这种调换我们可以以嬴政被消灭后发现，其并非是可逆的啊。换句话说，我们参考这位不幸的路人，其灵魂在嬴政死亡后回归到的躯体依旧是半边变异的情况。虽然我们只有这一个例子，但或许嬴政对整个自然界造成的损害是真的不可逆的也说不定。这或许也是嬴政在主旋律阶段不再对触碰过重建的生物进行永恒追杀的原因了。对比狂风暴雨，我们就能发现，天气预报的蜗牛化毕竟是外界因素，视觉残障人士或是无智能无潜意识的虫子之类的生物便压根不受其影响。而嬴政在灵魂上造成的改变，之所以会被迪亚波罗、波罗纳雷夫以及在场所有人称为恐怖的原因，正是因为大自然花了45亿年才演化出来的生物界会被其在几个小时之内彻底改变。那么我们介绍完了嬴政的前奏和主旋律，就得讲讲这个替身的本质，也就是灵魂了。如果按照第7部的设定，外加波波的身世和分析，再加上漫画原作中对于嬴政的一些解释，和花木老师借迪亚波罗之口表达的内容综合来看的话，嬴政的能力本质应该是这样的：首先，将整颗地球上能受到自己影响的面积用鼠标框起来，然后右键点住框住的目标，将会弹出来一个选项，名称为随机调换，选取账号内的灵魂。然后呢，这就有了前奏。而紧接着，嬴政又在左上角点击新建，随后在所有调换的账号脑袋后新建了一个光源。这个光源的材质是荒木宇宙的灵魂基本构成材质素粒子。有了这一些还不足以释放完整的能力，于是嬴政又右键点击了一下自己，然后将自己的本质修改为了所有光源的影子。这样一来，即成为了世间万物的灵魂之影。只要试图抢夺重建
冲其出手，那就相当于攻击自己。如此一来，便可以解释为何所有的替身都无法接近，并且会被操纵了。这也就是漫画中表现的内容我只不过是用软件系统的方式来讲解罢了。顺带一提这个光源呢虽无证据，可我个人认为其就是素粒子的纯粹形态，是由嬴政在所有生物脑后一瞬间构造出来的一个标记点而已。其不但违背了所有物理法则，可以彻底覆盖自然界的一切光源，将当前生物的影子消失点强行对准自己。一般人呢也不容易发现这个细节，顺带可以被替身能力，例如不解的拉链所影响，也能被替身轻易锤烂。不过我猜测其或许无法被非替身触碰，毕竟这种瞬间出现在星球上所有生物脑后的东西，我不认为是实物。而一旦这颗素粒子光源球被破坏，将自己设置为影子的嬴政也会被强制破坏。由于所有生物都共享同一个光源球，所以每一个人背后的光源球都会同步状态，因此迪亚波罗攻击自己脑后的光源球，不解脑后的也会出现同样的伤口。只有光源球被彻底四分五裂，那么嬴政这个影子才会彻底消失，否则只会掉落重建并且失去战斗力而已，其余的效果都将不会有任何的改变。而一旦光源和影子都彻底消失，主旋律也将强行暂停，所有被调换的灵魂都将彻底归位。不论当前的灵魂处于何处何种状态，唯一的前提是肉体你需要作为一个生物体具有支撑生命的能量。换句话说，除非用具有空间系的提升能力将灵魂暂时保存，才可以避免死亡的结局。虽然灵魂是无法主动离体的，但我们从漫画中纳兰加和乔龙诺的环节可以发现一个关于啾啾中灵魂的额外设定，在两具拥有完整生命力的肉体之间，灵魂是会通过肉体接触主动前往原本的肉体的。这个其实也很好解释了，你像不论新肉体如何强壮，原装的永远是最贴合的嘛。那么接下来介绍一下嬴政的体身面板：破坏力、速度、精密动作、E。很多人都对于嬴政的这个3E 面板有争议，但在我看来，这其实很好解释啦。首先，这3个动作面板是只参考嬴政在不发动能力的效果的时候的纯粹的肉体能力。我们从漫画之中的不少镜头看得出来嬴政的身体极度虚弱，刚出现的时候甚至需要扶墙休息，仅仅是握着一根重剑就已经很勉强了，步履蹒跚，漫无目的，以及失魂落魄，是众人对其外观上的直观反应，而这也是其本体肉身强度的最好体现。3个E很合适嘛。提起重剑需要的破坏力基本为0，走路速度连乌龟都勉强追得上，精密动作更是找不准路的方向，连伸在自己面前的绊脚都躲不开。然而这就像是黑暗一样，在其发动能力时的破坏力可以用断臂破开数厘米厚的钢管，速度即便是失去了双腿也让速 A 的几人反应不过来，精密动作更是可以精准地夺走乌龟那小小嘴中咬住的重剑而不伤害到它。射程距离、持续力、成长性，3个 A 的面板在漫画中不少见，可这种终极概念性替身还能有这3个 A， 着实是罕见了。至于失去了本体的替身，我们就不用考虑这个替身可以走多远了其压根就没有这方面的限制。而至于前奏和主旋律的替身能力射程，根据漫画中的介绍来看，是整个自然界，换而言之，一颗星球的范围。持续力更是如此。而至于成长性嘛，我们同样从先前的总结来看，单单是前奏就已经足够恐怖了，才短短半个小时不到的功夫，便进入了主旋律这般进化。如果说进化了3个替身形态的康一是勇气过人，学会了终极大招的阿强是天纵奇才，掌握了4个形态的Johnny是奋斗加天赋，而天生神力的布奇是神选之人。那么嬴政的成长性还得超越之前的所有人。用雅斯来举例，进化到这个终极破坏力替身的Johnny耗费的时间可谓是旷日持久，而嬴政从前奏进化到主旋律，这2个都是概念级的能力，只花费了你从罗马斗士场散步到桥边的时间。换而言之，1个小时之内从一个概念级替身进化到一个更强的概念级替身，这种成长性，迪亚波罗的红王看了都得甘拜下风。不过事实上迪亚波罗确实是自认甘拜下风就是。那么接下来回答一些收集到的粉丝提问。这第一问看都不用看都知道是老三问了。既然你们这么想玩这个梗，那我不论如何都会陪着你们把这个烂梗玩下去的。答案是，首先我们还得按照情况来进行分析。雅斯其替身本身呢是替身素粒子构成的存在，是不再依靠圣人遗体的灵魂之影，这就注定了例如雅斯会被石庭停住这个情况的发生。而附在雅斯能量上的重力法则是荒木宇宙之中最强的2个概念其中之一，时间暂停也停不住重力就是最好的证明。但很不幸的是，完美黄金回旋的无限破坏力本身没有智能，不分敌我，所以如果我们设置的场景之中，乔尼真的坐在漫舞者上使出了雅斯，对着重剑亦或是为了夺取重剑而对嬴政进行攻击，那么结果就是爪弹连带着雅斯突然从乔尼的背后出现，并且杀死了乔尼。好一个罗马斗兽场枪击案呢，就和红王把自己石山了一样。乔尼可能和老板一样，压根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接下来轮到了大总统。首先，爱车形态的地波系不是攻击能力替身，
三，光壁本身自带的空间切割力是无主动目的的，也是无法被大总统掌控的，所以大总统本身无法对重建和嬴政出手。而大总统在光壁中，他本身就是在奇迹创造的世界裂隙里，他出不了手啊！一旦离开了光壁，就和其余替身又没有什么区别了。那么接下来是马杰特，老规矩了。你龟缩在地上也没办法对嬴政和重建出手啊，而马杰特和大总统必须要在前奏开启之前进入替身保护阶段，这样才能免疫灵魂调换的结果。你像前者他是离开了这个世界，进入了神迹裂隙，后者呢，荒木老师轻点的杀不死动不了，啥都没作用。不过对于20世纪男孩能否防住概念级替身的灵魂效果，我个人还是存疑的。但由于其本人有穿越的可能，同时他开了替身之后呢，连生成能量都不再需要，成为了永生的 bug 环境，所以呢，我也说不好。你像荒木宇宙自相矛盾、解释不通的情况还是很普遍的嘛。二，像胖仲这样手够不到脑后的替身，没用那么大力量对上嬴政是不是无解？答案是，胖仲没有惹你们任何人啊。其实收成者不论本体，单论替身和替身能力的话呢，是能够打败疯狂钻石、轰炸弓箭以及杀手皇后的哟。蚁多了还能咬死象吗？三，穿戴型替身遇上嬴政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答案是，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啊。但我们抛开问题表象，看本质就会得出答案了。例如，压根就没有在漫画中看到红王对迪亚波罗出手的镜头，那是因为作为13的体验，迪亚波罗其实也是第一次。所以，例如加丘试图抢夺重建，将会被自己冻在冰块里；赛克将会陷入自己挣脱不出来的地下泥潭，只有试图逃开重建，或是放弃这个行为，才能暂时离开，并留下一身的冷汗。毕竟原作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试图抢夺重建而攻击的话呢，你就是在攻击自己的灵魂之翼。三，波波在巅峰状态下能不让嬴政失控吗？答案是，终于啊，这一期的提问质量远超前10期，甚至是前9期啊，制服。首先呢，我们得考虑到意识状态，波波在意识最低谷的时候，意外抽卡了一次镇魂曲，那卡池稳定了之后呢，即便是数年之后的斗兽场，自己抱着必死决心，意志力重回巅峰，也依旧是抽出了嬴政。所以其实即便波波在那之后被乔罗诺接上了新腿，重拾了信心，哪怕是找回了以前的队友再战一次，他出来的依旧是暴走的嬴政。而我们从漫画原作中就可以找到证明了，因为波鲁纳雷夫的替身控制力已经减弱，所以嬴政陷入了暴走，这是一个摆明的因果关系。我们逆推一下，嬴政的前奏和主旋律将在波波的替身控制力达到巅峰，甚至是正常的情况下变得可以控制，但无法改变的是替身的能力、替身的外观以及替身具有自主意识这几个情况。四，卡兹可以变成地球上的任何生物，那卡兹可以变成嬴政修改基因的生物吗？答案是，如果卡兹能够调回地球并且参与到斗士场一战，首先卡兹会被前奏和主旋律影响而调换灵魂，那么结果是这具最强肉体被其余人占据了。而如果卡兹是在事后看到了被替换出来的自然界新物种，那么根据卡兹的智商和学习力也是可以做到模仿的。五，嬴政如何加强廉价把戏？答案是，我们设想廉价把戏在当时还存活着，那么也是例如转身之后换目标的速度咯，基本的力量咯之类的。毕竟其余被加强的替身也是能力变得更快更强，而并未因为被加强而出现新能力的情况更甚者我认为由于廉价把戏没有真正的本体，是同样失控的自主替身，其不会被前奏调换灵魂而导致增强因为它也没有新的躯体可以进入不存在被抽出灵魂和调换这个步骤了。廉价把戏本质上并不是真正的2个替身，而是替身攻击的附加状态，嬴政应该是不会覆盖和改变这个状态的。六，马杰特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换了灵魂之后，换到了新的身体，一直开着替身，而他原本的身体不小心没了或者是死了。当嬴政死的时候，马杰特是待在这个新的身体里，还是回到原来那个身体里面？答案是同样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首先我们得考虑第一问我分析的这个结论，马杰特如果在调换灵魂的时候开启了替身，将不会受到任何效果的影响，连生成最基本的能量都将彻底忽视的，永久保持当前的状态。那么如果按照这个提问的设定来看，马杰特如果在嬴政死亡，所有灵魂归位的时候开启了20世纪男孩，将保持在当前躯体之内，即便效果结束也将留在这个躯体里，在那之后再去触碰自己本体的尸体也不会回归，其躯体已然是死物了。至于如果在当时没开替身，那就和不解一样升天了呗。七，镇魂曲进化后原来的能力就完全没了呢，还是会有所保留呢？答案是，嬴政进化之后依旧保留了骑士的样子，只不过从西洋骑士变成了美国西部骑士，一个西渐优雅，一个牛仔从容，发动能力
能力时同样速度快如闪电，力量同样断金碎石，但银色战车本身的能力就是强大的箭手和射出西洋箭头以及爆甲则不再具备了，毕竟嬴政失控了嘛。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嬴政并不算是标准的正常镇魂曲，而是镇魂曲的异变版本。为什么嬴政只是被剑刺伤便能进阶且长时间存在，而黄镇却需要和剑融合才能进阶，并且在结束后退出融合状态呢？答案是这个呢，我有两种解释了。其一是因为暴走的进化和正常的进化并非两个环境，前者是意外并且失控，算是实验意外环境，数据无法重现并且难以分析；后者是刻意安排的，是安全进化，可以全身而退，不是暴走，属于实验的可控范围。不然你想想看吧，同样是一个理论，但造出来的东西要么是可以提供大半个国家供电，要么呢就是能毁灭大半个城市。可以说这种东西就像是核能一样，操作得当那就是黄镇，安全高效且造福；操作不当就是嬴政，危险恐怖且完全不可控。第二个解释就很简单了，黄渤老师没想好嘛，你们觉得哪个解释更合理就选哪一个吧。顺带一提哈，每次这个环节呢，我其实都在瞎编的啦，毕竟我不是作者嘛。但总有人喜欢论个真假，辩个是非，说作者明明没这么说啊，你在瞎说这个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啦。即便是作者本身，也无法否认1000个哈姆雷特之中的任何一位，你凭什么来否认我呢？至于你想选择哪种解释，那就大胆的去选吧。既然这些人这么喜欢用黄渤老师采访以及在补充设定集中的话语，那么我也用黄渤老师采访时的一句话来回答好了。各种浪漫俯拾即是。9镇魂曲的大氛围沉睡写的什么？波波作为本体会不会受影响呢？答案是，我知道你问的是第一次对吗？我这里有一个比较虐的答案哦，准备好了吗？OK， 在第一次进化镇魂曲的时候，嬴政接收到的最后命令应该是波波潜意识中的保护自己，因为他当时完全不明白重建的作用，所以自己没受到影响。因为即便嬴政在那时就开始演奏前奏，可本体是保护目标。而在罗马斗士场一战之时，波波的原话是：不论如何，唯有这支箭头，我有希望，必须保留。换句话说，第二次进化嬴政时，波波已经不在乎自己的死活了。他在失去了自己的妹妹，失去了自己的自由，失去了自己的3名挚友，失去了战友的联系，失去了自己的4肢之后，准备再牺牲自己的性命来守护箭头。于是第二次，就像我们在漫画中看到的一样，波波最后对自己的尸体不在意，对从小陪伴在自己身旁的战车也不再留念了。这是一个纯粹的骑士，为了骑士精神坦坦荡荡的活到了最后一刻。第10题，嬴政和黄镇我就知道有人要问这个问题了。答案是，黄镇的构成和基本规则还是替身，虽然在替身构架之上，但也是具备着灵魂之影这个最基本的设定的。但是我有一个完美的答案可以回答你。在嬴政出场的时候，黄镇是不可能出场的；在黄镇出场的时候，嬴政也是不可能出场的。你们这些人啊，我觉得很逗说真的，为什么没人问天堂之造和白蛇对打呢？为什么没人问回音1和回音3对打呢？为什么没人问牙2和牙3对打呢？你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就知道这两者只能同时存在一个嘛，不论如何打不起来噻，问这个问题没有意义的结果换到嬴政和黄镇，你们就想不通这个道理了吗？只有嬴政存在的时候，重建归嬴政掌控啊，所有人唯一夺走重建的方式就只有杀死嬴政只有嬴政被杀死了之后，你才能够用重建进化呀。我管你后面会出现黄镇还是铁镇还是泡泡镇，只有嬴政的死亡才是前提啊。因为你们难道没发现另一个细节吗？这里呢，我不想说什么阴谋论哈，因为黑羊那个视频的阴谋论呢，已经有很多小屁孩上纲上线，甚至是私信谩骂，去线下问候，并且组织团体去人身攻击这种违法行为了。我在这里呢，只提供一个更深刻的想法给各位读者们，你们可以回忆一下哈，在黄金之风之中，主角第一个遇到的敌人是什么能力呢？是黑暗从影子中出现，对吧？他携带着替身之剑来为主角注定要打败的组织选取适格者，对吗？而结局是什么呢？结局是主角从操纵灵魂之影掌控着重建的星辰十字军手中获得了重建。换句话说，影子是这部黄金之风的开始，黑暗是乔伦诺进入热情组织的守门人，而这个守门人从影子中出现。同样的，嬴政也是乔伦诺进入镇魂曲的守门人，而这回的守门人则掌控着全球的灵魂之影，如此具有轮回、命运、开篇和结尾的设计我不认为黄渤老师是无意为之，这简直太合适了，好不好？11，替身造物的生物会受到影响吗？
答案是，替身造物呢不具备真正的灵魂，所以说不会受到影响的。替身造物呢都是素粒子的影像罢了，可以被视为是替身的延伸。另外，只有存活着的单个生物个体才行哦。例如已经被抽出灵魂，并且封印进入死物之中的，在能力介绍上来看呢是不会生效的。例如白蛇的光碟、大小达比的灵魂物品之类的，都算是替身攻击状态，这些呢是不会被嬴政覆盖和改变的。但并未死亡的灵魂躯壳，那可就说不好了，搞不好会被附件的多重人格给鸠占鹊巢也说不定呢。12。天气预报加嬴政可以毁灭地球吗？答案是，天气预报本身不需要任何的帮助，它就可以毁灭整个地表生态，让星球进入冰河时期或是原始状态都不成问题。至于嬴政，虽然看似只对生物生效，可却能将扔向重建的石头转移空间，所以概念提升我们无法判断其真正的杀伤力，但至少也是灭世级别的。至于剩下来的问题呢，只要回想几个最基本的设定就可以解决了。那么下期视频终于将来到主角乔努诺的替身了，想要看我介绍黄金体验的，就来点个视频预约吧。我的黑暗科幻小说《伊甸效应》正在新浪中文网堂堂连载之中，希望有兴趣阅读和我一同体验未来世界的小伙伴们加入收藏并持续追书哦。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拜拜。